总统府费尽心思把你嫁过来，真以为本都好欺负，任由你们摆布？既如此，督军应该拿着这把枪去总统府理论，而不是在这儿为难我。听说你是前朝的格格，以你的自尊娇贵，竟也甘心沦为我这个军阀的玩物？督军错了。本都错哪儿了？我是督军8台大轿迎娶进门，3媒6聘，聘的是正儿八经的督军夫人，而不是督军口中的玩物。伶牙俐齿。督军谬赞。胆子倒是不小。也对，你身为前朝皇裔，却甘愿当总统府的走狗。说吧，总统强行把你塞给我，究竟是图本都手里的兵权，还是想要我的命？督军拥兵江淮，与皖南军混战数年，难道督军不想借总统之名讨伐皖南军？就算我10把刀，也是一把对付皖南军的刀。有意思。报告督军，前线来报，皖南军炸了我们铁路，劫了我们的军备。郑军。是。倒是有几分小聪明，可惜我顾长庚永远不会让一把刀接近我。督军，辛夫人如何安置？把他送去老宅伺候老夫人去。是。盯紧点儿，特别是他跟总统府的联系。夫人，督军命我将你送回老宅。一把刀吗？督军，你知道男女之间最厉害的刀是什么？督军一走1个月，也不跟他圆房，很明显是不喜欢新夫人。督军有未婚妻，3年前出国留学，督军等了他3年，被总统府强行塞了个女人过来，能喜欢才怪啊！哥哥，您不得督军宠爱，连这府里的下人都敢随意欺辱您，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哼，我嫁进督军府，可不是来争男人宠爱的。已经没有什么格格了，既然嫁他，已成定局，以后便是督军夫人了，莫再喊错了。是，夫人。督军对未婚妻用情颇深，一直等他留学回来，连老夫人给督军纳的2姨太，督军都不怎么理会，又怎么可能会喜欢总统府嫁过来的女人？这老宅啊，以后可不太平了。2姨太，自行领罚去。是。夫人，前厅来客人了，老夫人让我喊您过去一趟。你是说，他当初是被绑进督军府的？是的。看来这位小格格也不是心甘情愿嫁过来的吧？原本以为是把锋利的刀，没想到是只小绵羊。没意思。哟，看来你不喜欢她这样太乖的旧式女子，喜欢新式女子。督军，老太太差人过来，请您回去一趟，说是许小姐到老宅做客了。她去老宅做什么？许曼云一心盼着能嫁给你做督军夫人，昨天刚回国就知道你要娶妻这件事儿，肯定心有不甘，上门去闹一闹。许曼云留过洋，玩过枪，是个新式女子，可别吓到督军的那只小绵羊啊！飞车，回老宅。来啦！这位是南省省长的千金许曼云，刚刚留洋归来，
他可是长庚的属使。原来她就是顾长庚原定的未婚妻。许小姐好。我听说长庚娶了个前朝格格，我来瞧瞧，顺便送你个新婚礼物。许小姐喜欢玩枪啊？巧了，我也喜欢。这可是韦伯利转轮手枪，可不是过去的那些土枪，你会玩吗？听说过左轮赌吗？6发子弹只留1发，跟天赌命。要玩，自然要玩个大的。怎么不敢了？敢动我一下，长庚不会放过你！到你了。你这个疯子！许小姐，这才是玩枪，有意思。反了天了！你竟敢在内宅对客人开枪！老夫人，你要为我做主啊！他一定是看我跟督军亲近，才如此对我。你这个督军府的夫人就是这样待客的吗？不要以为你是总统府的义女，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这里是南省，我是南省省长的女儿，不管你是总统府的义女，还是前朝的格格，都得给我遵守这样的规矩。这把枪好像是许小姐的。我刚嫁到这儿，不懂这的规矩。今日既然许小姐提起规矩，那我便问上一问。你作为客人拿枪指着主人，这是哪儿的规矩？我身为督军夫人，若是在这督军府被人拿枪指着脑袋而畏惧退缩，这事要是传出去，这督军府以后还有何威望在南省立足？即便母亲今日怪罪，但这有些事，有些话，我不得不做，也不得不说。我既嫁入督军府，以后代表的便是督军府的脸面，夫妻一体，折辱我，便是折辱督军。我今日软弱退缩一分，便是由着别人把督军的面子放在地上。好一个夫妻一体！督军，这个女人她嚣张跋扈，都敢在老夫人面前开枪了。哦，是吗？想法不错，胆子也大得很。督军谬赞。督军，该不会是被这个女人吸引了吧？督军，这个女人对老夫人不敬，还大言不惭地说她可以代表督军。他说的有什么问题吗？再怎么说，他也不该在内宅动枪，这做派哪里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他不需要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大家闺秀，他只要做好我的夫人就行了。现在的督军夫人，我很满意。督军，他如此对我，难道就这样算了？自然不能就这样算了。夫人认为该如何处置？许小姐持枪进内宅，惊扰府中女眷，便罚她以后不许再踏进督军府半步。我警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督军才不会。夫人的话听不到吗？是。许小姐，请你离开督军府。督军，你不要被这个女人迷惑了，她可是总统府的人。督军，督军。
有件事你要明白，白天在府里给你撑腰，只因为你是督军夫人。我知道，我代表的是督军府的颜面。督军不是为了我，而是许小姐用她父亲压人，触了督军的逆鳞。过来。说说，白天的左轮赌是怎么回事？正如督军所见那般，是许小姐先挑衅的。我喜欢聪明的女人，但不喜欢在我面前耍聪明的女人。改变子弹的顺序，他真是有手段。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你还嫩了点儿。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你还嫩了点儿。自从我嫁给督军之后，督军就对我不闻不问，就连你我未曾圆房之事，都能被丫鬟拿来取笑。今日更有督军的前未婚妻上门挑衅，用枪指着我羞辱。即便督军今日怪我使了手段，我也不后悔白日所做之事。若是今日我由着许小姐欺负了，那这督军夫人，我不做也罢。我几时说过怪你？还有，谁告诉你许曼云是我的前未婚妻？外人都这么说。许元昭个老东西，为了把女儿嫁给我，传这些风言风语。今日这事干得漂亮，有督军夫人的样子。督军不怪就好。你只管做好你的督军夫人。从今往后，在南边这地界儿，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不管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给你撑腰。但若是让我知道你有别的心思，老子一枪崩了你。是，督军。去换身衣服，今晚有个酒会，你陪我去。是。这样的性格，怎么会甘心受总统府的摆布嫁过来？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张副官，督军，去查一下，夫人是前朝哪个王爷家的格格？是。督军，你知道吗？女人的眼泪也是一把刀。督军，给你介绍一下，陆行舟，我夫人。内阁总理的小公子，还有军统局局长，看来今晚的酒会不简单啊。嫂夫人天人之姿，督军当真是令人艳羡。话多。说正事儿，国外来的那个军火商威廉是个华侨，刚到酒会就被皖南的督办给邀请过去了。看来皖南那边也想收下这批军火。威廉，他怎么来了？看来上次给他们的教训不够多啊，敢来我的地盘多事。这批军火我势在必得，你找个人接触一下那个威廉，他手里的货我全要。这恐怕有点难，上次督军查封的那批货就是这个威廉的，只怕威廉不会愿意跟我们合作。这个简单，督军想要的军火我可以帮督军拿下。
许小姐当真有办法拿下威廉手里的这批军火？那是自然。我跟威廉是在国外的舞会上认识的，他很欣赏我的英文。待会儿他看到我在，一定会过来邀请我跳舞。督军想要的军火，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想不到许小姐还有这样的人脉，真是出人意料。现在是新社会了，不是以前的旧往常。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呢，喝咖啡，讲英文，帮着丈夫交际，与他并肩站在一处，而不是躲在男人的身后寻求庇护。你说对吗，格格？你说对吗，格格？许小姐说的是。你身为督军夫人，不能替督军分忧。我要是你呀，我可没脸出席这样的舞会，省得给督军丢脸。看到那个威廉没有？他可以给督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枪支军火，在场唯一认识他的，且能跟他用英文交流的，只有我一个人。你一个封建时期的旧式女子，凭什么跟我争？那就祝许小姐成功。哼！威廉过来了，督军，他过来一定是邀请我跳舞的。May I have this dance with you, lady? 一个假洋鬼子罢了，装腔作势。My pleasure. No, not you. It's been a long time, William. It's been a long time, William. You still look luminous, my princess. 他们叽里咕噜说的什么？他们是老相识，威廉喊夫人公主。朝廷都没了，哪来的什么公主？ Who is this? My husband, Mr. Gu. 他说了什么？他？督军问谁啊？你说我问的是谁啊？夫人说你是她的丈夫。My beautiful princess, please. 国外的礼仪不是在轻薄夫人。这女的，平日在家里，在老子面前整日的端着，遇上这假洋鬼子，她倒玩的挺开心的。督军，查到夫人的身份了。督军，查到夫人的身份了。说，夫人是裕王爷的女儿。额娘，少少，裕王府的人全烧死了，就跑出来个小女孩。额娘，少帅，总统说裕王府的人一个不留。小哥哥，希望你别记恨我。我当初看到他那双眼睛的时候，就早该想起来，那个人就是你。督军，能否邀请你跳一支舞呢？玩枪跳舞说英文，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那是我以前在国外留学，在国外学的。督军若是想知道，我可以如实告知。那个威廉也是留学时候认识的。是啊，当时我正好救了他，他欠我一个人情。他已经答应我了，以后海运过来的枪支军火都优先跟督军合作。我不稀罕。别闹了，他是个生意人，在南方有督军给他撑腰，那是他的荣幸。没事吧？小时候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不好了，剩下的交给我。长哥，接着。不管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给你撑腰。但若是让我知道你有别的心思，老子一枪崩了你。小时候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枪法不错，跟谁学的？在国外的时候，威廉叫我防身用的。又是那个假洋鬼子。督军，军统局策划了这场刺杀，人已经抓到了。火长庚，你敢动我一下，总统不会饶了你的。督军，杀了他，总统府那边不好交代了。现在他们总统府的人应该好好想想，他们应该怎么跟我交代。夫人，督军，车已经安排好了，属下护送你们离开，请。别动了。谢督军。如果我跟总统府闹翻，你会如何？督军这是狠爷。今晚的刺杀，总统府安排的。督军，督军，你受伤了，张副官，去医院。回督军府。督军就算不去医院，应该先回老宅，老宅更近一些。那么多废话，回督军府。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是回老宅，老太太也会担心的。督军，你的伤不去医院怎么行啊？你还没回答我。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如果哪天我跟总统府翻脸，你会如何？你我夫妻一体，自然是要身在一处的。回督军府。去医院。我说回督军府。去医院。你胆子大了是不是？我的话你都敢驳了？督军的伤因为我而起的，我不想欠督军。刚才你说你我夫妻一体，哄我的。我别那么多废话，你是我夫人，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现在的南边只是看着太平，我手下那些师长们个个野心勃勃，我遇刺受伤的消息传出去，只怕会惹出乱子。医院是洋人开的，我信不过。督军，信不过洋人，我可以请二姨太过来，二姨太懂医术，可以为您医治。哪那么多废话？就他懂那点皮毛，调理调理老太太身子还差不多。我看看，子弹卡在肩胛骨里，中医调理无济于事，需要尽快手术把子弹取出。子弹会损伤周围的神经组织和血管，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并发症，威胁到生命的。张副官，麻烦你取一下我的工具，督军这个伤等不及了，需要尽快手术。你还会医术？
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医术，别说话了，我先给你止血。子弹太深，创面太大，需要深层麻醉。我这儿没有。有了，威廉也做药品贸易，他一定有。不必，这点疼我还受得住。来吧。鸦片也有止痛的功效，我给督军试一试吧。王国的玩意儿我不用，以后不准提那2个字。那我开始了。我要开始缝合了，督军得再忍一忍。来吧。前朝的时候，洋人用鸦片砸开我国大门，侵蚀我国国民，国民孱弱，国必民穷。再到后来战争频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事情屡见不鲜。我发誓，只要我活着一日，便不会重蹈前朝覆辙。大燕绝对不允许出现。方才我听督军说痛无大燕，我明白督军为国为民的心。我之所以提起，是因为这东西在医者眼中是上好的止痛药，可以为患者减轻伤痛，故而才提起的。希望督军不怪。好了，只要今晚不起高烧，督军便无大碍。站住！你去哪儿？督军府没有大夫，夜里我若发烧该如何？还有，我现在行动不便，只能这样躺着，总得有个人伺候我。这些药外服内服都有，我标清楚写在了纸上。夜间如果发烧的话，用什么药我也写上了。太晚了，我该回老宅了。明儿早还得给老夫人请安呢。请安重要还是我重要？况且本都还是因为你受的伤，不识好歹的女人。督军，你说什么呢？没什么。张副官，备车，送他走。那督军好好休息。啊！换西人那些女的，哪个不是使尽浑身解数讨本督军开心？这女的倒好，你以为我稀罕你照顾？什么破药！夫人，府上没有丫鬟，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笨手笨脚的，督军伤得那么重，这我们也照顾不好啊。这偌大的府上，没有伺候的丫鬟啊？我们督军从来不近女色，虽然之前老太太送过来2个丫鬟，但是他们生了别的心思，直接就被督军撵走了。嘿。老宅放着个二姨太，府外一个红颜知己许小姐，这督军不近女色，说出来怕也是没人信。不过呢，我不是那种拈酸吃醋之人，既然嫁了她，就会做一个尽职尽责的督军夫人，帮她打理好内府的。夫人，您误会督军了，
许小姐完全是因为她父亲是南省省长，想跟督军联姻，这才故意放话出去，让人误会的。至于二姨太，完全是因为老太太的缘故。总之，这个里面事情很多，您入门时间短，往后就慢慢清楚了。哎，夫人，您别看督军嘴硬，其实他心里就是想让您留下来照顾他的。哦，对，车坏了，我现在赶紧去修车，那督军就拜托夫人您了。哎，张副官，不是说不回来吗？怎么又回来了？汽车坏了，张副官去修车了。还挺会找借口，口是心非的女人。楚那干什么呢？喂我吃药。哦，还是学医的呢，照顾人都不会。督军别动，我喂你。督军喝水。小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事情。额娘，额娘，小时候，那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好像着火了。现在什么也记不清了。督军，你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还是要多休息的。我会守在你身边的。你和威廉怎么认识的？没别的意思，你别误会了，我就单纯问问。威廉受过伤，失血过多，倒在街头，是我救的他。童大夫还真是热心肠啊，异国他乡的，也不怕惹上什么麻烦。医者仁心，怎么能为了怕麻烦而放弃眼前能救治的生命呢？善良不是错，只不过善良的前提是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哎，若是当时你救的是一个恶人，拿着。若是当时你救的是一个恶人，或是对你起了歪心思，你一个弱女子在异国他乡的，你怎么保护自己？这把枪你随身带着，成全你善良的同时，也让它成为你的锋芒。成全你善良的同时，也让它成为你的锋芒。谢督军。你给我讲讲留学的事呗。好，那就从5年前开始说起吧。那个时候，我刚到西方，学的还是西医呢。如今呢，新旧两代互相碰撞，波及到了医学界，中西医也成了2个阵营。虽然我在国外学的是西医，不过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中医。中医博大精深，传承了1000年，中西医两派互不相容。我就想着中西医能……额娘，额娘，他们抓到，忘了自己是个活下去。少帅，誉王府的人全烧死了，跑出来个孩子。少帅，总统说誉王府的人一个不留。一个不留。国家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只敢再提用港口换洋人的指使，老子一枪毙了他！杜鹃怎么了？是不是伤口疼？有一点渗血，换了药就好了。杜鹃，南省省长许元昭听说了昨夜舞会的事情，今天特意上门来看你，你还有伤在身，要不我先回绝他。许元昭这个老狐狸，他这个时候来，只怕是来探听我是否受伤。你回绝了他，岂不是明着告诉他我受伤了？可是您的伤没什么大碍，扶我起来，更衣。督军这会脸色极差，只怕是瞒不住外人。我自有办法，你随我去。督军夫人，他不是住老宅吗？怎么住在她是督军夫人，住在督军府，很奇怪吗？督军，督军啊，听说所谓的舞会上有刺杀，你没事吧？那等宵小之辈，能掀起什么风浪？军统局的人干的，已经被本督就地正法了。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总统府听说了这事儿，已经派人去调查军统局了，亲自给我打电话，非常关心您的安危，所以呢，特意让我来看一看。督军，看您气色不太好，您是不是受伤了？那点宵小之辈还伤不到本督。至于许省长说的，本督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大致是因为昨天晚上喝了些酒，床尾间失了分寸，整夜没睡，所以看起来气色不太好。许省长，你一个过来人，应当理解我们新婚燕尔，恩爱情长啊。理解理解，年轻人嘛。督军，这个女人绝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她背地里还不知道包藏什么祸心呢。督军，你千万不要被她迷惑。住口！督军，不好意思啊，都怪我，把她灌得无法无天，您不要见怪啊。我听说她前几日在府上惊扰了老夫人，今天也算是带她来赔礼道歉。道歉？他最应该道歉的，应该是我夫人。哦，愣着干嘛呀？赶紧给夫人赔礼道歉！我不会给她道歉的。要杀督军的人是军统局局长，跟总统府来往密切。他是总统府的人。住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总统府也是你能议论的？你，实在抱歉啊，他在国外自由惯了，再加上他心中一直爱慕着您，一直接受不了您突然结婚的事实，所以才这般无礼。许省长，这次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如果再有下次，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祸从口出。张副官，送客。许省长，请吧。督军实在不应该得罪许元昭的，他毕竟是南省省长，说是以后跟他闹掰了，督军在南省多少会有些麻烦。
区区一个许元昭而已，怕什么？我说过，在南边这地界，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就是老几。督军，督军，老宅来电话了，说，老夫人问夫人什么时候回去。你回去传话给老夫人，夫人这几天住督军府，过几天我会跟夫人一起回去看她的。是。督军，这里是督军办公的地方，有很多重要的文件，我留在这不方便吧？如今我受伤的消息不能传出去，你不是医生吗？留在这照顾我正合适。况且刚才我都跟许元昭说了，新婚燕尔，恩爱情长。这几天我不能出去，外界肯定诸多猜测。如果你在督军府，一切就合乎常理了。督军，你该吃药了，我去给你拿药。张副官说这是督军的意思，是督军要留夫人住下，贴身照顾她。荒唐！明知道总统府对他手里的军队和地盘虎视眈眈，他竟然还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真是色令智昏。娘，您消消气，督军身边没个女人照顾也不行。夫人她善解人意，有她陪着督军啊，也不是坏事。那个女人一副狐媚样子，竟敢在内宅动枪，她在长庚身边，我怎么能放心呢？娘，您别生气了啊。阿若，你才是娘心目中的儿媳妇儿，有你陪在长庚身边，娘才能放心。都是阿若没用，留不住督军。你去把张副官叫来，我倒要看看。哼，我在家里说话还管不管用？他一天是我的儿子，他就应该听我的话。你现在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我派人送你去督军府，就说是我吩咐的。她是正房夫人，初一十五督军可以留在她的房间，剩下10日轮番，一人1天。不是老太太，她说什么？轮番1人1天？这老太太把我当什么了？督军，二姨太马上就要到了，而且老太太还说了，如果你把二姨太撵回去，她就亲自过来。这老太太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二姨太如何安置？是送回去还是……听我夫人的。西厢房离主居最近，也方便二姨太照顾督军，就将二姨太安置在西厢房吧。啊？若是督军不满意的话，将二姨太安置在主居也是可以的。好好好，我还真是有福气啊，娶了一个像你一样贤惠大度的督军夫人。我不明白督军为何要生气。二姨太她懂些医术，留她在照顾督军，老太太会更放心的。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一个姨太太哪够啊？应该多纳几个姨太太来照顾本督，这样老太太更放心，你说是吧？督军若是看上哪家的千金，想纳到府上来当姨太太，只管跟我说，我也会安置妥当的。哎呦，少说点吧，小祖宗哟！二姨太请留步。张副官何事？哎，二姨太，实在不巧得很，督军出远门了，夫人也跟着去了。这会儿督军府没有理事的人，
实在不方便留您。要不这样，您先请回去，等督军回来，我再差人去接您。敢问副官，督军何时回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10日，也可能1个月。您就在老宅等着，督军总会回来的。劳烦副官将这个香囊替我转交给督军，里面配了几味药材，悬挂于床头，助眠解乏。属下一定转交。拿着吧。平日日晒雨淋的辛苦了，闲暇的时候去喝喝茶。下一代。不知两位可知，督军今日去了何处？实话告诉你，督军他今日并未出去，好像是跟夫人吵架了。督军发了好大的火，好像是说什么姨太太，具体我们也不清楚。童玉锦，你刚进门就这么不容忍，今日你将我拦在门外，我倒要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走。二姨太，我家小姐请您去楼上一叙。连督军府的大门都没进去，滋味不好受吧？许小姐若是来看我笑话的，就省省吧，毕竟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我是南省省长的千金，我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呢？我可不像你，一辈子只能待在那个老宅里，看那老太婆的眼色行事，最后连督军的面都见不到一面。你别生气啊，我今天约你到这儿，便是想来帮你的。你会有那么好心？先别管我是不是好心，你只需要知道，我跟你一样讨厌童玉锦，不如我们两个联手，除了他如何？这是南边政府还有军事布防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是总统府一直想要的东西，你只需要把这封信从督军府送到总统府，做的隐蔽些。整个督军府跟总统府有联系的只有童玉锦，我这次倒要看看督军到底还会不会再护着他。祝你成功。玉锦哥哥，总统听说你讨得顾长庚喜欢，住进了督军府啊，特意让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交代你的事，别忘了答应过总统。只要他想办法把你嫁给顾长庚，你就帮总统得到他想要的机密。哎，喝2杯意思下算了，这伤还没好透呢。你说，一个女人，她费尽心思给自己男人纳姨太太，她到底几个意思啊？这么贤惠的女人，只有一种原因，不爱呗。哎，你说的这位贤惠的女人，该不会是你的那位督军夫人吗？我去你的！不对劲，你很不对劲。你这反应是心动啊？有病！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这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一直以为你是草原的马，天空的雁，海底的鱼，现在你变成了笼中的鸟。仇恨很重要吗？威廉，你不懂。我不懂，但我知道他困住了你，遮盖了你的才华，让你忘了你的理想。我可以带你回伦敦，如果你想，你可以做个学者，做个医生，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而不是像现在的你，困在京都的笼中，跟姨太太相斗。谢谢你，你说的这些话，我会放在心上，好好考虑的。你倒是好好说说，你要考虑什么？督军，你倒是跟我好好说说，你要考虑什么？督军，威廉是我的朋友，不该拿枪顶着我的朋友。盘算着给我多纳几房姨太太，是方便你出来约会是吧？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关上房门说就好了，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彼此都难堪呢？如果你还想在这儿做生意的话，离他远点。夫人，从今天开始，夫人不得离开院子半步。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不回来就不回来，这一回来就闹得家宅不宁。夫人，您前些日子不是跟督军还好好的吗？没事。夫人在此禁足，谁敢靠近，重责。娘，您消消气，我先扶您下去歇着。夫人，这院子里的人以后更敢欺负您了。不会太久的。夫人，您都1个月没有出门了，整日在屋子里写写画画，这院里的下人们对咱院越来越不上心。今天送来的饭菜都是凉的。拿着信出去，从大门走。若是有人问起，你便说替我给总统府寄信。夫人，督军若是知道了会不会？不怕他知道，就怕他不知道。去吧，照计划做。是。童玉锦，禁足哪里够？我要让你永远离开这个家。督军，邮局拦下来一封信，说是咱们府上寄去总统府的，我看着像是夫人的字迹。好个督军夫人，好个夫妻一体，这是南省机密和军事布防。回老帅。督军，这就是总统府把你叫过来的目的。督军生气是因为我私藏的这把枪吗？若是我跟督军说这把枪是我小时候阿姐送我的，督军信吗？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即便督军判我死刑，也请督军给我一个罪名。好，我就给你个罪名，把南省的机密、军事布防偷偷泄露给总统府，老子枪毙你100次都不为过。
安省机密，军事不防。杜鹃，从何说起？从你说夫妻一体，你与我站在一处说起；从你在督军府，我允许你随意进出书房说起。童玉简，老子早就跟你说过，你只要敢生别的心思，老子一枪崩了你！你是不是以为老子真的不敢啊？督军，开枪吧！督军，开枪吧！长哥，你冷静点儿，先把事情调查清楚，再治罪也不迟啊。这是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你说的夫妻一体，勾结外人，出卖督军府。督军，就凭这个断我的死罪？就凭这个，足够你死1万次了。听夫人的意思是，这其中似乎有内情。我是从总统府嫁过来的，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人怀疑。有没有内情，又有什么用呢？督军消消气，莫要错怪了夫人。这字体，二姨太是想说这字体是我的。看来二姨太对我了解颇深呢，一眼就能认出我的字体。啊，夫人留过洋，是饱学之士，我鼻里浅陋，这些时日都是以夫人为楷模，适宜多了解了一些。这中间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夫人还是向督军解释清楚的好。哼，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个女人就是总统府派来的奸细，包藏祸心。我让你远离她，你偏不听。既然说到了字体，那我便解了二姨太这个疑惑。我平日里书写的是魏夫人的簪花小楷，也就是出卖督军府信里的那个字体。这和这信里是一样的。这是颜体，这是流体，这是隶书。不同的字体我能写出10几种，请问二姨太，我为何会用我常写的字体去让人怀疑我？督军，你认为呢？那今天一大早连心出门的时候说是要去总统府寄信，夫人知道这事儿吧？我知道，是我让他去的。怎么了？二姨太是有什么异议吗？异议倒是没有，只是奇怪，夫人说这封信不是夫人所写的，那夫人给总统府的信又是什么？对，明知道总统府对南省图谋不轨，你还跟总统府来往密切，这就是在背叛督军府。我不管，我要你现在就休妻。你要是不休了他，我今天就死给你看。我不管，我要你现在就休妻。你要是不休了他，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娘，这件事情您就别插手了。来人，把老太太送回去。慢着，你活到80岁，我也是你娘。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要不然我就去地底下找你爹，告诉他你个不孝子为了个女人逼死老娘。娘，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您仔细想想，如果这封信不是狱警写的，又会是谁写的？为何会知道南省的机密，又为何那么清楚狱警的笔记？正是，老夫人，冤枉了督军夫人倒不怕，怕的是督军府若是存在这样的隐患，才是让人真正担忧的事。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他都承认了，他的贴身丫鬟去给总统府寄信了。哼，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你以为你写几个字
就是清白的了。既然老夫人心存疑惑，那就更应该调查清楚，揪出这个出卖督军府的人。我来时已经让人围了邮局。放开我！督军，查封邮局的时候，我遇到了夫人的贴身丫鬟，便一起带了回来。夫人，我去邮局的时候，邮局就已经被围起来了，我就在边上看了一会儿，张副官就把我抓来了。不用怕，有我在。我让你寄的信呢？在这儿，还没来得及寄出去。在这儿，还没来得及寄出去。信在此，请督军查验。若我无罪，咱们离婚吧。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奈何青云土，弃我如尘埃。今日是督军第2次用枪指着我了。在南边这地界，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无论在家还是在外，我都给你撑腰。请督军查阅此信，还我清白。来人，把府内所有的人带下去关押审问。敢构陷督军夫人，好大的胆子！督军，属下将今日邮局的伙计也带来了，就在门外候着。到底是谁去邮局送的信？让他一认便知。带上来，带上来！是他，就是他给我的那封信。是他，就是他给我的那封信。你确定你没认错？军爷，小的不可能认错，他还特意交代，说是督军府的信，让小的们留神，别弄丢了。我就说这府上有内鬼，这下真相大白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督军，你相信我，不是我，我没有。带下去审问。督军饶命！督军饶命！奴婢也是受人指使的。谁？你一个丫鬟如何能知道南省的机密？便是你不说，督军也知你是受人指使。我劝你早些说了，免得挨些皮肉之苦。张副官，带下去严审。我是许小姐让我这么做的。信言是他给我的，我自认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这样做？带下去，严刑拷问。等一下，他不是都已经招了吗？为何还要用刑？我只是想着念在主仆一场的份上，给他一份体面。这个府内的女主人是夫人，这等被处的丫鬟，要什么体面？带下去。娘，您在内宅也待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明白这府内一些魑魅魍魉的手段。她一个丫鬟，如何能拿到夫人的自己？我看这府内该肃清一下了。这怎么死了？督军，这丫鬟趁属下不备，撞柱自尽了。自己领罚去。是。娘，你别吓我，醒醒啊，娘！你怎么了，娘！督军，娘的病犯了，得快点回去，我好救治啊。
娘，您终于醒了。让他走，我不想看见他。今日你受惊了，先回去歇着吧。那老太太好生休息，我改日再来看你。看老太太的症状，不像是生病，倒像是中毒。看老太太的症状，不像是生病，倒像是中毒。中毒？老太太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这我也想不明白。看老太太的样子，应是中毒时日长久积累的。夫人，老太太的身体一直是由二姨太照顾调理。方才老太太昏倒前，身边只有二姨太在。老太太十分信任二姨太，您这话当心被人听到。老太太寻您的不是。这顾家的水，比我想象中深得多啊。唉，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有多少时日，多亏了阿若呀，在我身边照料，要不然我早去见你爹了。娘，这不过就是一个小病，您何苦说这些？你常年不在家里，幸亏阿若陪着我，替你在娘身边尽孝。长庚啊，你要善待她。便是你喜欢那个狐妹子，你也不能苛待了我的阿若。不然娘第一个不答应。娘的话，儿子记着。你记着就好，我这会儿发了，你们两个退下吧。督军今夜可要留宿，我让丫鬟们去准备。我警告你，别以为仗着老太太撑腰就敢在本都眼皮子底下耍花样。督军，我没有。我今日念在你对老太太有过救命之恩的份上，我饶你一次。如果再有下次，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老太太病了，督军今晚80%是要在老宅过夜的，要不然奴婢去问问，看看督军要不要过来。不必，整个顾家都是督军的，他住什么地方是他的自由。夫人，今日这事儿明眼人看得出来，谁是幕后主使？二姨太有老夫人撑腰，你不抓住督军的宠爱，以后谁能替您撑腰啊？算了吧，撑腰这话听听也就罢了，放在心上只会自寻烦恼。还有心思喝酒？家里都哄好了？一个女人而已，何须我去哄？行行行，我们督军大人姿态多高，给女人道歉这种事儿，那是凡夫俗子干的，我们督军大人是万万做不得的。他明知道我介意总统府，他还这样密切联系，今日发生的这事，谁能不怀疑他？既如此，那今日夫人让你查阅他的书信时，你为何不当他面打开？证明你心里还是愿意相信他吧。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频繁地跟总统府联系，或许是因为总统府里
有他牵挂的人呢？你什么意思？她现在嫁给我了，她还牵挂谁啊？哎呀，你先别急着生气。我之前听说过一些事情，近些时日看你对这位督军夫人越来越上心，便专门去打听了一番。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对她上心了？我不过就是给她一个督军夫人应有的体面，谁在乎她？是这样啊，那好吧，看你对这件事也不是很在意，那我就当自讨没趣了。别给我废话，说。总统府里，他牵挂的人应该是他的姐姐玉秀格格。他还有个姐姐？督军生气是因为我私藏的这把枪吗？说是我跟督军说，这把枪是我小时候阿姐送我的，督军会信吗？据我所知，夫人的姐姐玉秀格格当初因体弱，被送到一位老中医家里寄养，这才躲过了前朝覆灭时的王孙凋谢。后来不知发生什么意外，被人送到总统府，那时她才13岁。后来怎么了？没为收养，视为家祭。前朝覆灭后，格格的身份对她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总统府用她来招待一些想要笼络的人，那些人事后都要吹嘘一番，格格2个字只会增加他们的谈资，让他们更加的兴奋。一群畜生！那时候夫人还小，夫人10岁那年，玉秀格格不知怎的讨了总统的喜欢，有了体面，这才将夫人送到伦敦留学，一去就是10年，直到你们成婚前，总统府才以玉秀格格生病为由，将夫人骗了回来，强行嫁给了你。夫人从小被玉秀格格保护得很好，在夫人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便将夫人送出国，以免夫人步她后尘。他或许是带着目的来的，但一定是因为他的姐姐才不得已而为。你好好考虑清楚，要不要跟他道个歉？阿姐，见字如晤，展心舒颜。我记得幼时阿姐让我躲在柜子里时，叮嘱我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也告诉我，柜子里的黑暗只是暂时的，天会亮，黑夜也终将远去。而今我得遇良人，方知世上有真男人，他会与我撑腰，为我做主，给我尊荣。阿姐，你等我，你护我长大，我带你脱离苦海。今天的事，对不起，再也不会了。我的枪口哪怕对着自己，也不会再对着你。我帮你把姐姐救出来，好不好？你休息吧，我回去了。夫人，督军恳求大格格出来，看来督军心里还是有夫人的。莲心，你记住，这世上人心都是算计得来的。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我给他精心设计好的。夫人，莲心听不明白。你去跟总督府那边交涉一下，就说我用一条水路航道，跟他们换个人。玉秀格格，没错。
你考虑清楚了，一条水陆航道会给北边的军政提供不少便利。放心吧，我自有打算。那好，交给我就行了。听说你昨天夜里回老宅了，昨天还说对他不上心，今天一大早就喊我来，让出一条重要的水陆航道换人，这都不像是你的风格了。难道是昨晚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我帮你把姐姐救出来。话多，我懂。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就是啊，你这脾气该改改了。两口子有了误会说清楚就好了，哪能动不动就拔枪啊？平白伤了情分。你没事干了是吧？你看，说你还急眼。去跟许元昭那个老东西打个招呼，就说他那个女儿要是再管教不好，他这个南省省长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家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夫人了。南省有多少青年才俊供你挑选？你说你为什么非要去掺和人家家里的事儿？爹，我就是不甘心，督军一定是被那个狐狸精迷惑了。我现在就去告诉督军他的过往，他一定会厌弃他的。站住！你又想去作什么妖啊？爹，我都打探清楚了，童玉姐有一个姐姐，明面上是总统府养的义女，其实就是家里的暗娼，是个人尽可夫的货色。等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督军，我看督军还会不会替他撑腰。闭嘴！我告诉你啊，这些话你要是敢说出去，我活剥了你的皮！爹，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我杜撰的。我当然知道是真的，正因为是真的，你才一个字都不能提。这事儿还事关总统府的颜面，所以只言片语都不准传出去。我已经在顾长庚面前没了脸面，如果再得罪了总统府，那你们娘俩就跟我一块死吧！你真的以为顾长庚他不知道这些啊？今天一大早，他宁愿给总统府让出一条水陆航道来，也要换取玉秀格格。能让一向以军政为主的他开出这样的条件去换人，他夫人的手段可想而知啊！云云，你根本就斗不过他夫人。顾家的二姨太是个废物，如果我再顾家的人，涂玉锦早就被我弄死了。我警告你了，你要是再敢掺和顾家的事儿，再敢给我惹出麻烦来，我明天就把你送国外去，永远不让你回来，记住了吗？童玉锦，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跟他说时间了没有？说了，只不过夫人也不知道督军您会提前过来。谁约会不会提前1个时辰？督军，夫人来了。我要一朵心人为归旧梦故里，我要一朵月落枯桑交替思念君，也曾提醒也曾因我的心。好巧啊，我也刚到。茶都凉了，让督军久等了。没有，我刚到不久，就比你早到一会儿。总统府已经放人了，我本来是想带他来南省的，但是他说他想去越城。
他给你留了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你。小妹，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坐上南下的火车去越城了。昨日尘案不可追，过往种种我皆已放下。阿姐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你如今已经嫁得良人，别让幼时的贵子困住了你。小妹，一为尘里3000界，半刹那间8万春，走出柜子，才能放下黑暗，拥有光明。胭脂泪飘落巷口中，悠悠听风声，心痛。回忆千载残月中，愁思恨爱深，难重逢，沉醉痴人梦。放心吧，我一直都在。今生已不再寻觅逝去的容颜，叹息冷清花一场，流过往，只剩花间之梦。看，我就说，这个女人手段高明，有她在，督军眼里永远不可能会看到你。她是督军夫人，督军与她情感甚笃是好事。不是我说，怪不得督军瞧不上你。你们这些旧时代的女子，整日的端着，当真是虚伪至极。那许小姐又强到哪儿去了？还不是督军夫人的手下败将。我有上等的家世给我撑腰，你呢？你又有什么呢？靠着一个将死的顾家老太婆吗？你的青春还有多少时间？而你的青春一过，顾家的老太婆一死，你就等着在后宅里看童玉锦的眼色过日子吧。如果许小姐今天找我来只是为了说这些，那抱歉了，顾家的事情恐怕轮不到你来插手。我倒要看看你这副贤良淑德的样子，到底能装多久？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看来我们督军大人下午约会的很开心啊。人送到越城了？送到了。哎，这玉秀格格跟咱督军夫人可真不太一样。哦，姐妹两个都生得好容貌，只不过这玉秀格格好像大海，仿佛能包容一切。至于督军夫人，夫人怎么了？夫人也像，不过夫人这海却是个暗里波涛汹涌的海。哎，那天她拿着那封信要清白要离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顶着你的怒气这样犯决。就是个有点脾气的小女人罢了。什么暗里波涛，不过是被冤枉了，受点委屈。甘愿吧。哎，对了，夫人收到玉秀格格的信是什么反应？她哭了一场。啊？然后你就这么把人送回去了？晚上不陪着？你说实话，你们是不是还没圆房？你是不是闲的你？还真让我说中了。
你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圆房？是你不行，还是他不肯啊？也不对，你这姨太太都有的人，怎么可能不行？八成是他不肯。你个家都没成的人，整天八卦别人家内宅的事，跟个娘们似的。跟你说真的，你这位督军夫人可不是一般的千金小姐，她是被捆着嫁过来的，可见心里的不情愿。现在离婚可是时髦的事情，她留过洋，唯一牵挂的姐姐也解脱了，没有人能逼着她待在督军府了。你要再不好好珍惜，可真要打光棍了。我怎么不珍惜啊？只是成亲那么久，我就这样贸然的去，万一他把我给拒绝了怎么办？这还是我们威震南省的督军顾长庚吗？你净在这胡说！这事儿你不主动，难道是女人主动啊？要我说呀，你现在就回老宅，整个小酒小菜，夫妻两人前嫌尽释。哎，酒喝到微醺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主动？凭什么我主动啊？我不要面子啊！面子重要还是夫人重要？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趁着天还早，你立马回老宅，今天就把这事给办了。今天去会不会太赶了？哎呀！督军怎么来了？那个，我有点饿。莲心，去厨房看看，炉子上还煨着汤没？再让厨娘做几个菜送来。是。督军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吩咐下莲心，让她去准备。准备些酒，还有热水啊。是。那个，我准备热水是因为今天下午去了训练场，出了点汗，身上有些味儿。真是麻烦督军下午陪我出去郊游，还能分身去训练场。督军辛苦了。督军，先洗把脸吧，我去催催厨房，看看莲心有没有准备好。夫人的院没用晚膳吗？怎么这个时间传菜？听厨房的婆子说是督军来了，夫人让人备了酒菜与督军共饮，督军还吩咐了。吩咐什么？督军还吩咐了烧热水，看样子是要留宿在夫人屋里吧。多嘴！是。督军尝尝这些菜合不合你的口味？酒烈，督军吃些菜再喝酒吧。无妨，今日高兴，多饮2杯。那你尝尝这山间的竹笋，鲜嫩无比。你也吃？我晚餐吃过了。陪我再吃点，你太瘦了。岳城那边传来消息，你姐姐已经平安抵达，她的衣食住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不用担心。谢督军。你我夫妻之间说什么谢？我记得上次在督军府我受伤那夜，你说你想做什么来着？中西医结合，是吗？没错，
现在中医和西医被时局政治所影响，也变得水火不两立。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为了救死扶伤，病患能减轻痛苦。中西医各有优势。我在想，如果能将中西医结合，那会是医学史上最大的进步，也能造福更多的病患。为什么想学医？阿姐她从小体弱，家里人听算命先生的话，将她送去了杏林世家寄养。从此呢，阿姐便爱上了中医，一直在研究学习。后来去了总统府，这些医术之类的，也就成了她麻醉自己的寄托。我呢，就跟着学了些。抱歉，我不知道这些。督军无需解释，阿姐都已经放下了。我平日军务繁忙，无暇陪你。既然你那么喜欢行医，我给你开家医院如何？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在内宅待着无聊，给你找点事儿做。你看二姨太，她名下就有间中药铺子，平时闲暇无聊的时候，她就打理打理铺子，解解乏。不用了，督军送给二姨太就行。我呢，醉心医学，也无心管理。我与威廉也商量过此事，由他来开一家医院，他负责经营，我只负责治病看病。又是那个威廉。长庚，你这脾气得改改，动不动就发怒，多伤夫妻情分。督军，那二姨太名下的中药铺是老太太送给她的，我跟她没有任何男女关系。当初老太太在乡下染了疾病，二姨太救了她，老太太将她带回后，未经我允许，直接便纳做了姨太太。我根本没碰过她。督军是一家之主，有防姨太太也正常，无需向我解释的。我才不要什么姨太太，你也别接触那个洋鬼子。督军说什么呢？我不纳什么姨太太，你也别接触那个威廉。督军，我跟威廉那是朋友，并无男女之情，而且我们认识那么多年，若是有情，早就不会等到今日了。你对他无意，我看他未必。男人对女人的心思，我比你清楚多了。督军，你这醋吃得好没道理。你是我的女人，我吃点醋怎么了？你是我的女人，我吃点醋怎么了？我今天身上有点不舒服，不方便让督军留宿。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吃药了吗？我来月事了。择日不如撞日，还真是撞了个好日子。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督军说什么？没什么。下次不舒服，早点跟我说，不用在这撑着。督军，你既然不舒服，就躺床上休息。我有上等的家世给我撑腰，你呢？你又有什么呢？靠着一个将死的顾家老太婆吗？你的青春还有多少时间？而你的青春一过，顾家的老太婆一死，你就等着在后宅里看童玉锦的颜色过日子。谁？谁在那？谁？谁在那？你是许曼云的司机？二姨太饶命啊！我是听我们家小姐吩咐的。求二姨太，请我不要告诉督军。许曼云让你来做什么？这个，我这就去告诉督军。别！我说，
我家小姐让我把这个腐烂的猪仔丢进督军夫人院子的水井里。今天你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你，听懂了没有？这件事若是传了出去，就算你攀咬我也没用，我自有顾家老太太护着，而你就等着吃督军的枪子儿。若是敢乱说话，连你的家人也保不住。是。童玉姐，怪只怪你命不好，得罪了许曼玉，等你感染了瘟疫，还有大礼相赠。你是我的女人，我吃点素怎么了？头这么烫，怎么不说一声？生病了就该休息。没事的，夫人。院子里的人都生病了，我们都休息了。谁来伺候你？你说咱们院子的人都生病了？没错，起先症状不明显，只是有些乏力犯困。今天开始都开始发高烧，他们几个已经起不来了。那老宅其他人呢？老太太7天前带着二姨太去寺庙礼佛斋戒了，伺候的丫鬟们都一起跟着去了。现在老宅只有我们。我的气，我看看。我去通知督军。啊，夫人，我们怎么了？你们感染瘟疫了。瘟疫？所有角落里全部撒上硫磺和白酒。这里。督军，怎么回事？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感染瘟疫？督军留步，现在我的院子已经封禁起来，这瘟疫来势汹汹，不知病因。已经有一个丫鬟高热不退，导致腹腔出血了。督军还是快些离开，不要被感染上。你呢？你有没有事？我暂时还没有什么事。你现在不能留在此处，我已经让陆行舟去找治疗瘟疫的大夫，不跟我回督军府。你们在干什么呢？您当心。老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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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回老太太，夫人院里的丫鬟感染瘟疫，正在消毒。哎呦，长庚啊，你怎么还跟他待在一块儿啊？你快过来，来，没听他们说这院子里有瘟疫吗？来，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是医生。这世上的医生千千万万，不止你一个，但我顾长庚的夫人却只有你一个。顾长庚，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娘，你就赶快过来！你跟他待在一块儿，你是要让全家人给他赔命吗？娘，来人，把他院子里所有被感染的丫鬟全部扔到乡下去关起来，用过的东西全部用火烧掉。督军夫人也得关起来，若是有了症状啊，一同丢到乡下去。娘，住手！我现在若是跟你走，他们定活不了。我不仅是医生，我还是他们的主子，他们从没负我，我绝不能舍弃他们。娘，他们只是生病了，不是犯了死罪，这病能治。您若是将他们扔到乡下去，缺医少药的，他们定活不了。难道你为了几个丫鬟，就让全家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吗？不用全家，只需将我这院子封锁起来，不再进出，只需要半个月，便会有所好转。荒唐！几个丫鬟的贱命没了就没了，若是瘟疫被传播开，你担得起吗？老夫人，您也是斋戒信佛的人，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众生平等，这明明能救，您却让他们等死，难道这丫鬟的命就不是命吗？你敢顶撞我？你长庚，这个家还有没有一点家规家法？来人，把夫人的院子封锁起来，连同夫人一起，半个月之内不得进出。娘，您带着二姨太去督军府暂避，我留下来陪她。
长庚啊，这可是瘟疫呀！这女人没了可以再娶，你要是得了瘟疫，你让娘怎么办呢？我娘，她既选择嫁给我，我便要守护她一辈子。这世上女人有很多，但我顾长庚的妻子只有一个，她在哪我便在哪。如今她说这瘟疫能治，我信她。我陪你在此处。今生已不再寻觅，逝去的容颜叹息，冷清花一场，有过往，只剩花间之梦。寂寞换鸳鸯相望，是我在做多情重，今生已不懂人憔悴。你们先去忙吧。烟雨中，督军，你这又是何苦？你不懂医术，面临瘟疫也束手无策，不该陪我留在这里。你自己亲口说的夫妻一体，你忘了？我虽不懂医术，但我却懂人心。我若不在这里，你这一屋子的丫鬟，说不定会缺医少药，到时候医师也供应不及时。我在此处陪你，谁也不敢耍花样。我说过给你撑腰的话，永远作数。督军，这是我做的灭菌手工皂，一定要记得按时洗手。我还熬了4君子汤，可以增加抵抗力。我若顾不上督军，督军记得要按时用药。我堂堂南省督军，身强体壮，用不上这个。这瘟疫可不认得谁是督军，要是不好好听着，小心给你打针。我听说，这洋人打针都是在屁股上打。童医生，这是真的吗？我去看看莲心他们。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回二姨太，这是夫人院子里的衣物和用品，全部带去郊外焚烧掩埋。这都7、8天了，督军在里面情况如何？除了一个丫鬟病重，其他人都稳住了。那夫人呢？夫人和督军防护得当，并未感染。二位也都辛苦了，你们把东西放在这儿，回去歇着吧。我让下人们去焚烧。你们身兼护卫民众之职，还是少接触这些，千万别被感染了。多谢二姨太体恤，我们这就把东西抬到车上去。二姨太真的是体恤我们这些下属。督军真有福气，有二姨太这样的贤内助。童玉姐，你竟然还懂医术，倒是小瞧你。瘟疫你治得了，不知道瘟疫加麻疹，你治不治得了？哼！把这些衣物扔在城中街头巷尾，扔分散一点。是。等城中的百姓得知是你这个督军夫人一意孤行，不肯去乡下隔离，才导致瘟疫大面积传染时，我看你这个督军夫人的位置还坐不坐得稳？督军，
忙了好些天了，明天就可以出门了。好不容易得闲，怎么不早点睡呢？在想心事。想什么呢？这个病我从前染上过。什么时候？去国外的第2年。怎么染上的？被国外的小孩欺负，把我推下河，呛了水。那是一条浮水河，河里常见腐烂的动物。那欺负你的那些人呢？病好之后，我用枪打穿了他推我的那只手，用阿姐送我的那把枪。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惹我了。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理和尊严只在枪口的射程内。那时候你病了多久？谁在照顾你？没有人照顾。阿姐给我找的那对伦敦老夫妻出了远门。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要死了。高烧躺了几天之后，我爬着找到了一块干硬的面包，我一点一点地啃，我心里就一个想法：我要活下去。阿姐还等着我去救她。这种病是喝了浮水的缘故，他们跟外界没有接触，用的水都是从院中那口井里面打上来的。当发现莲心他们染病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对劲。怎么回事？督军，你不觉得奇怪吗？整个老宅上下只有我院中的丫鬟感染瘟疫，可偏偏感染前夫妻的那几天，老太太和二姨太出门斋戒礼佛，不在家中。来人！回督军，果然如夫人所料，那口井里打捞上来一头腐烂的猪仔，就放在院中，腐烂程度很严重。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督军府干这样的勾当！要是别的还真不好查，是猪仔的话就容易了。寻常人家有余粮养猪的不多，即便是养了猪，死了猪仔也不舍得轻易丢掉，肯定会卖掉换些银钱。查出来试试，我要生剥了他！是。娘，我都说了，玉锦医术很好的，等有空让他给您诊诊脉。我可担不起，我这把老骨头啊，还想多活2天。娘，前段时日您突然出去礼佛斋戒7天，是自己心血来潮，还是有人撺掇？娘，前段时日您突然出去礼佛斋戒7天，是自己心血来潮，还是有人撺掇？长庚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些和尚道士的，他对阿若不亲近，要是告诉他是阿若让我去，只怕他更嫌弃阿若。你整天打打杀杀的，娘这心里呀总是不安稳，专门找人去打听了一个灵验的地方，去给你祈福7天。那还真是凑巧。督军，按照您的意思，属下把这城中养猪的都问了一遍，城东屠夫家里一窝猪崽子闷死了一只，拿早市上去卖，被许曼云的司机买去了。督军，冤枉啊！想着买了猪仔回去，是因为便宜，给一家老小改善一下伙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一家老小去地府团聚？督军饶命！是许小姐让我这么干的，小人的家人全然不知，求督军饶了他们，饶了他们。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没人了。许小姐叮嘱小人做的隐秘，只有小人一人知晓。张副官，提出去杀，别脏了夫人和老太太的眼，
是。督军饶命啊！督军，我错了，督军饶命啊！督军啊！成哥，你要去哪儿啊？许家。成哥，爹，我不想嫁给那个纨绔子弟，他跟督军比可差远了。胡闹！顾长庚已经娶亲了，难不成你还要给他做姨太太不可？我可都听说了，那个女人染上了瘟疫，现在院子都封了。督军大驾光临，许家真是蓬荜生辉啊！督军，这是何故啊？妈妈若是做错了什么，我替你教训她就是了。刀枪无眼，可莫要走了火呀！督军，敢在我夫人院子的水井丢腐烂的猪菜，你好歹毒的心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徐曼雨，你的司机呢？他诬陷我，你把他叫过来跟我对质，没有证据，就算你是督军，你也不能诬陷我。你消息，我顾长庚杀人要什么理由？要什么证据？督军，冷静啊，别冲动啊，你先消消气啊！孽障，还不跪下来给督军道歉，求督军原谅！督军这么生气，是因为那个女人吗？我爱了督军10年，到头来还不如一个督军消失不到1年的女人。他那样子的人，他会有爱吗？他从小经历国破家亡，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在总统府被各种男人凌辱，他就是长在阴暗中一朵有毒的花。他这样的人心里只有恨，他会爱上所有人，但唯独不会爱上你。月月，王八蛋，你敢杀他！督军，你会离开我吗？你会离开我吗？督军，怎么了？回答我。不离开。督军，你快松手！张副官来了。督军，督军，不好了！刚才有人来报说城中发生了瘟疫，这几日城中医馆人满为患，那些洋人开的医院一听说是瘟疫，全都关门不再接收病人。城中怎么会有瘟疫？病源还没有查清楚，病患很分散，城东城西都有，像是一夜之间爆发出来的。而且有传言说，瘟疫就是从夫人院中传出来的。若不是夫人不肯去乡下隔离，也不会造成全城瘟疫。病人都是什么症状？还不清楚，有的患者会出现高热，浑身出红疹，重症者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溃烂。不对劲，带我去看看。是。去，还是抢吧。干什么？哎呀，早点抢到。走，给我来一份，我要一个。谢谢，要我先来的。哎，那边是做什么的？城里生病的人太多了，医馆趁机哄抬价格，很多吃不起药的人都病死了。那有我什么？幸亏督军给了二姨太，谢谢，我还要一份，快！他听说这件事后，就通知城中吃不起药的百姓去他的药铺买药。不跟你说了，不然抢不到了。哎，谢谢啊，谢谢。
给我来一下！大家不要抢，每个人一包，所有人都有。我是回春堂的东夏，督军府的二姨太，大家请放心，我一定会救治大家的。谢谢大好人，善人呐，这是好人啊！谢谢，都快起来吧。谢谢，都快起来吧，快起来，快起来！你是大善人呐！督军，我今日听闻城中百姓感染恶疾，就想着出一份力，希望能帮到督军。这样不行，生病的没生病，因为抢药都聚集在一起，这样只会让疾病传染得更广泛，不仅是帮不上忙，还添了不少乱。难道夫人要看着城中的百姓受瘟疫折磨而见死不救吗？我自小学习医术，医经上的第一句话便是医者仁心。我做不到看着病患受折磨而袖手旁观。你想要做善人，没有人能阻止你，但是你要以传播自己美名的幌子，让疾病传播得更广泛。这不是善，这是恶。督军，我也是希望尽一份力，为南省做一点事。现在医馆都在昏谈药价，百姓们吃不起药，被病痛折磨而死。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样的人间炼狱。你想做大好人，你可以把药全部给张夫人，假惺惺在大街上博美名，接受百姓跪拜，真以为所有人都是傻子，看不出你的小九九。正好你就在这药铺待着，千万别回老宅，省得把病传给老夫人。督军，我也是一份好意啊。她就是督军夫人，就是她带来了瘟疫，不能让她走了。上，就是她！快点，谁敢过来？快跟我走！别过来！放开！夫人院里的瘟疫是许省长的千金许曼云投毒所害，许曼云已经伏法。至于城中的瘟疫，本督自然会查清楚，再有闹事造谣者，一律当奸细处置。开车！二姨太，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放弃大家，一定会尽全力救治大家的。等我治好了这场瘟疫，一定让你们刮目相看，看你们到时候还护不护得住那个女人。督军，你没受伤吧？没有，不用担心。那就好。为什么叹气啊？这次的瘟疫有些麻烦，我原以为跟莲心的一样，刚才我看他们皮肤都开始溃烂，只怕还有其他的病毒交叉感染了。督军，看情况，这次瘟疫只怕会传染范围极广，百姓们缺少药物的情况下会生乱子，督军要加强戒备。你能治好吗？你能治好吗？我不确定。放心去做，我相信你。督军，要控制病情，需在城外设一处收容点作为隔离区。病患众多的情况下，不能指望他们像我之前闭门不出，他们没有这样的自觉。好，过些天我有事要忙。张副官和陆行舟全力配合你。那我先走了。回督军府，找个军医过来。督军，您受伤了？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夫人。我看他对这次的瘟疫没把握，那就不要让他平添担忧了。
希望夫人能明白您的一片心意。这里疼吗？这是你的药，谢谢。下一位，今日可有高烧不退？按我的方子抓药。谢谢，谢谢二姨太。二姨太。天哪！威廉，第一批抗菌素提取成功了，可以用在瘟疫治疗当中了。我熟悉的那个公主，她回来了。你看，督军，夫人研究出来治瘟疫的药了。督军，你怎么病得这样重？大夫呢？我知道，他一定能做到。我这就去找夫人来给您治病。夫人现在何处？夫人去城中医馆，让大夫把病患送去城外的隔离区，统一治疗。徐明不开化，未必理解他的善意，只怕会将他当成抢生意的人。不行，我得去一趟。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家里有病故的亲人，要通报官兵，集中焚烧隐埋。若是有自行发丧，严惩不贷。这还有没有人性了？把人拉到野外，焚烧掩埋，还在尸体上面附上一层白石灰，这让人死了都不能投胎啊！小声点，这都是督军夫人的意思，我们小老百姓能有什么办法？督军真是瞎了眼，放着二姨太这样善心的女人不要，竟然要那样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就是。城外隔离区有治瘟疫的药物，重病患者优先。这药在哪里领啊？是收银钱了吗？夫人说了，免费医治，不过要去城外隔离区治。啊，督军夫人的药那不要了，指不定是什么害人的药。督军夫人的药那不要了，不要了，指不定是什么害人的药。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敢污蔑夫人！住手！时间紧，任务重，还有很多病患等着。是。听说夫人有治瘟疫的药了，恭喜恭喜啊！那也比不上二姨太啊，人心人术，悬壶济世。不敢当夫人的赞，只是没有剁了督军府的名头，暂时稳住了众人病情罢了。希望如此吧。夫人，他们一听要去城外的隔离区治疗，都不肯配合。我儿子命了！这个女人说什么隔离区能治病，我的儿子去了，结果我儿子当天晚上就死了。当天晚上就死了？活生生的死在了我的怀里呀！他们连我儿子的尸体也不放过，把我儿子焚烧了，烧完后还扔到石灰坑里埋了。怎么这样？造良心爱钱刀的东西，还我儿子来！我认命来！阿婆，你的儿子送到隔离区的时候都已经是重症了，大夫都已经尽力了，此后不及时焚烧，会传染给更多的人的。我呸！是你们说隔离区能治我儿子的病，可我儿子却死了。早知道你们这样没良心，我们就去回春堂找二姨太治疗了。阿婆，你儿子如果知道您现在这么伤心难过，也不会瞑目的。亡过的人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呀。给，您拿着，以后生活上有任何问题，随时来回春堂找我。二姨
太大事儿呢！阿婆不要这样。我老太婆悔呀，我悔不该把儿子交给他们。我呸！恶毒的女人，你会遭到报应的！良心让人不要毁了我儿子！哎呀，就是呀，你不能好死！不能好死！不能好死！夫人从教堂医院里收购了所有的盘尼西林，用来治疗患病者，分文不取。又为了提取抗菌素，几天都没睡个好觉。夫人跟你们非亲非故的，若不是她心怀大义，何必管你们呢？好了，是你们说格力区能治好我儿子的，把我们诓去了，我儿子却死了，你们丧良心呐！丧良心！丧良心！什么杜鹃夫人？丧良心！骗人去！就是，怪不得那么多学医者都弃医从文，原来再精湛的医术也救不了愚昧的灵魂。你知道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吗？你的儿子是被你害死的。你放屁！我怎么可能害死我自己的儿子啊？是你的无知害死他，是你的愚昧害死了他。从瘟疫开始到现在，我一再跟大家说，一旦有症状，第一时间送去隔离区。可你们呢？我让人上门询问，你们却说家中无病人。等到实在瞒不下去了，就将病人送到各个医馆，拖到病人内脏溃烂，回天乏术。哼，才想到隔离区，人死到了隔离区，却说我致死了你们的家人，真正害死他们的是你，是你，还有你，还有你们，害死他们的是你们，把他们送上了死路。那听夫人这话的意思，凡是不听你话的人，都是自己找死了。没错，凡是不听我话的人，他就是在找死。他真是狂妄，真以为自己是杜鹃夫人就可以断人生死了？就是凭什么呀？想做神医也要有那个本事才行。没错，我就是有这个本事。我好好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不听，那现在就听好了，不跟着我去隔离区，那就只有一条路，等死。哎呀，少听他吓唬人，这么说话，他就是为了自己，在督军跟前的面，所以故意跟二姨太打擂台。隔离区都焚烧了多少人了，谁敢去啊？是啊，谁敢？我敢呀！我敢跟他去隔离区。督军不可，隔离区都是重症将死之人，您不能去。张副官，拆了回春堂，还有这些人全部抓到隔离区，凡不配合者，火烧掩埋。是。传我军令，凡是家中有病患者不送去隔离区的，直接抓去火焚。我夫人给你们讲不通的道理，本都用枪来告诉你们。凡是家中有病患者不送去隔离区的，全部拉去火焚。夫人给你们讲不通的道理，本都用枪来告诉你们。快走！督军，督军也染上了病症，为什么不派人来跟我说？心药是要切断，我不想打扰你。你刚才那么做，就不怕别人说你是暴君吗？暴君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刚好我有这个资格。我之前，督军，你又救了我一次。
哎呀，做什么一惊一乍的？二姨太，你的脖子，怎么会这样呢？快去找药，按照我的药方去切药，快去啊！我不是让你去买童玉姐说的盘尼西林吗？药呢？买不到，为什么要回来？所有要人开的一款盘尼西林都被一个叫威廉的人买走了，教会医院里也没有。整个南省所有的盘尼西林都在隔离区。童玉姐，二姨太，不如就向夫人服个软吧，她不会见死不救的，这病真的会死人的。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求她服软？她童玉姐凭什么？她不过是有个假洋人威廉的帮忙，她凭什么？我让你现在就去买药，你就算是去偷，也要把药从隔离区偷回来。去呀！督军醒了吗？回夫人，醒了。督军，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再高烧，看来是大好了。不对，我还是感觉有些头晕乏力，我刚才还有些犯恶心，你不如再帮我看看。那我看看你的斑疹退了没有？斑疹都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碍了。童医生，你再帮我看看，我还是觉得心慌得很。督军，说的，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也什么都没看到。这两个没有眼力见的家伙。说吧，什么事？报告督军，在隔离区的药品库抓到了二姨太的丫鬟。去看看。督军饶命！督军饶命！说，来这里做什么？张副官，是，把他带去焚了。是二姨太让我来的，二姨太染上了瘟疫，皮肤已经开始溃烂了，吃了自己开的药也没有用，这才让我来这边偷拿一些药回去。既已感上瘟疫，为何不来隔离区？二姨太在城中一整半个月，博了个神医的名头，怎么可能会来此处求医问药？就连前些日子被强制抓过来的病人，都在说是前些天回春堂治好的，不过是碰巧被夫人捡了漏，一点都不念夫人的恩。别心。你回去告诉二姨太，要想治病，来隔离区，当众给夫人磕3个响头，说求夫人赐药。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否则就等着病发身亡吧。不可能，这绝对不是督军的意思。是不是他？是不是那个女人让你这样说的？不是的，奴婢亲耳听着督军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啊！不可能，不可能的。老太太呢？我要去找老太太。老太太被督军送回乡，病瘟疫了，这会儿不在城中。夫人，我就不能再多住2天吗？这里是疫区，督军当这是舞厅吗？还流连忘返的。哎呀，我觉得我这头还是有点疼，我是不是还没好彻底啊？这样，你再带我回去给我检查检查。督军，你真的该回去了。城中军政事务繁杂，离不开督军。这边我忙完之后，我就回去了。那你在这里照顾好自己。你记住，你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医生。你看你这几日已经瘦了一大圈了，要是回去发现你更瘦了，我会罚你的。
嗯。夫人，我们该圆房了。夫人，我们该圆房了。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像坐牢一样。回去以后啊，我先去给回春堂送个匾额，感谢二姨娘妙手回春治好了我们。我们被抓来的时候啊，说不定都快被二姨娘治好了。这女人只会捡漏，不知道给我们身上打了什么。算了，懒得跟他们计较。站住！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二姨太，您怎么来这儿了？您是不是也知道我们都被您治好了？求见督军夫人。二姨太，您怎么求这个女人啊？她除了会仗着督军压人、抢功劳，还会做什么？怎么回事？这人生病了吗？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患病了？求夫人救我！哎呀，二姨太怎么也感染了？二姨太不是自己会治病吗？莫非？求夫人赐药。我可以治你的病，不过你回去后要拆了回春堂的匾额，再不可用医术刑招摇撞骗之事。还有，需向被你误诊丢掉性命的患者家属道歉。都听夫人的。快点！夫人回来了！快点！夫人回来了！夫人！欢迎夫人回来！夫人回来！督军，这些都是你弄的？怎么会是我弄的？百姓们自发组织的。谢诸位父老乡亲了，治病救人本就是医生的职责，大家就快回去吧。回去后将家里原来的东西按照我说的方法消毒清理，如果再有病死的家禽家畜，一定要焚烧掩埋，免得造成传染性的疾病。好，都听夫人的，都听夫人的。童玉姐，你害我名声扫地，我不会放了你的。让你调查的事儿可有眉目了？属下去寻访了几家，发现最早感染瘟疫的那些人家都在城中的街头巷尾捡到过一些衣物，属下去看了看，是夫人院中丫鬟的，这些本该被销毁了才对。这就怪不得了。那负责销毁衣物的那两人呢？那两个人也感染了，之前在回春堂求医时病情加重，没来得及去隔离医院，人就不行了。好一个死无对证！好一个死无对证！督军去哪儿？杀人偿命，这样的人死不足惜。督军定的死罪可以不用理由，那老太太那儿呢？他对老太太毕竟有救命之恩，你若不由分说的杀了他，定会和老太太之间生了嫌隙，老太太也会认为是我挑拨督军的，这心结怕是再也解不开了，请三思啊，督军。那难道就这样算了？也未必啊，督军若是听我的，事成之后老太太定然不会说什么的。好，听你的，从今往后都听你的。督军来了。这位是？这是当世大师，前朝宫廷的御医，有一半都是先生的徒弟。今日偶逢先生来南省，我便邀他来家中，给您把个平安脉。啊，先生，快请上座。既然是客，就别让客人累着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向平安，就不麻烦他老人家了。无碍，不过是顺手的事儿。老太太的身体一直由我照料着，您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我就行。老太太就在跟前，我号号脉，便知道了。
再劳累到您和老太太了。不，你推三阻四的，莫非老太太的脉象有什么异常？莫非是老太太的脉象有什么异常？还是你觉得我的医术不如你，不配给老太太治病？怎么会呢？我只是怕累到您。老太太，督军大人关心您的身体，专门让我来给您号个脉。好啊，先生勿怪，儿媳她不懂事儿，也是因为担心我，您别放在心上。儿媳？那这位是姨太太了。她是督军夫人，只不过我们家不分那么清楚，我把他们都当亲孩子一样对待。老太太，尊卑有序，嫡庶分明，这若是颠倒了，可不是兴家之兆啊！老太太，别嫌我话多。先生，我娘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吗？你方才说老太太的身体是你调理的老太太体内毒气积累，你为何不提啊？许是我学艺不精，诊不出先生说的这些。怎会诊不出呢？像老太太体内这样的毒素，非1日2日能形成，至少有3年之久。3年？3年前不就是阿若刚进门的时候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督军，我自从进门之后，我一直尽心尽力的服侍老太太，我并不知晓先生说的这毒气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督军勿急，督军勿急，待老夫看一看老太太平时吃药剩的药渣，便可知晓。老太太平时熬药的药渣都被厨房倒掉了。二姨太做事向来谨慎，这开的方子用的药，旁人都无法插手。不过今天早上厨房清理药渣的时候，我让连心和张副官将那药渣收了起来。我知道二姨太又想说，万一是我诬陷你换了药渣呢？所以我才让张副官陪同。张副官对督军的忠心，无需多说吧。二姨太还有什么疑惑吗？督军，您看，老太太中毒的原因找到了。此药有毒，长久服用，身体必垮。我看老太太的脉象，应该是常年处于中毒后再吃药调理的状态，让老太太继续依赖下毒之人。督军，老太太还在此处，不得见血。你们处理家务事，那老夫就先告辞了。先生，我送送您。小哥哥，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老太太是中毒了，才让人请了我来？为什么不直接跟老太太和督军讲呢？老太太对二姨太十分依赖，若我直接说老太太中毒，只会被老太太误认为是内宅妇人争风吃醋耍的手段。先生您说出来就不同了。我们的小哥哥长大了，玉秀哥哥前些时候去看我了，你们姐妹如今都好好的，我呢就放心了。他听说了南省这边瘟疫的事情，说过段时间得空了就来看看你。
这歹毒的妇人，老太太何时亏待过你？督军府给予你尊荣和体面，你竟如此忘恩负义！可笑，真可笑！我进督军府3年多了，3年多了，你连碰都不肯碰我，这算什么尊荣和体面？我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么一日一日的蹉跎在这深宅大院里，浪费在一个老太婆身上。每天夜里，我听着街上的更鼓声，督军，你知道那滋味有多难熬吗？他童玉锦到底比我强到哪儿了？凭什么他一进门就能得到督军的独宠？督军甚至连半个眼神都不分给别人。我今天就告诉你凭什么。凭他做不出你这等下作的勾当，凭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通过伤害一个无辜人的生命去为自己铺路，凭他品格高尚，为人善良，不说给老太太下毒，单是故意制造瘟疫，造成南省上万百姓和官兵的死亡，枪毙你100次也不够。你打死我呀！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死在你手里我也认了。老太太，娘，我娘她怎么样？快扶她去屋里躺着。你什么时候知道老太太中毒的？上次被冤枉给总统府寄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不告诉我？我是从总统府嫁过来的，一言一行都会惹人怀疑，再加上老太太一直厌弃我，我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信。以后无论什么事你都可以对我说，我信你。打他！打他！死他！有意打他！不杀他！打死你！打他！快打他！打他！骗子！打他！我告诉你，打他！对打！打他！打他！骗子！打死你！不打死！好干呀！小妹，看到他如此待你，给你尊荣，我就放心了。小妹，放过自己。要怪，就怪阿姐小时候没有保护好你，让那个柜子锁住了你。阿姐，不怪你。如果没有阿姐，我不知道自己会落到什么田地。你看，如今我们虽然不是格格了，只是普通百姓，在南边也能安居乐业。很多事情不用阿姐说，你也知道。朝廷还在的时候，国弊民穷，3、5步变一个大烟馆，处处都是瘾君子。面对洋人的挑衅，朝廷里的那些男人们，哪个不是跪着说话的？你再看看现在，整个南方在他的治理下，民富兵强，即便是有洋人在这里做生意，也都是规规矩矩的。小妹，跪着的民族没有尊严，没有尊严的民族任人欺凌。他做得很好，他有一个男人该有的担当和责任，也有一个上位者该有的血性和气魄。裕王府的事情不怪他，是时代洪流的淹没，就算不是他，也会是别人。小妹，放下吧。
哎，这不是玉秀格格吗？啊，好久不见，太巧了，今儿个在这儿能见到你。哎，总统府那夜一别，我可想你想的厉害呀！只要一想到你那哀求的哭泣声，哎呀，就食不能寝，夜不能寐呀！督军夫人，这位是军需处的处长，您消消气啊，就算给我个面子，饶他这一次啊！你敢动我，你就不怕总统带兵攻打南省吗？小妹，你冷静一点。他该死！小妹，算阿姐求你了，快住手！来，想什么呢？这么认真？没什么，我正在想明日带阿姐去哪里转。这个好办，交给张副官，他会处理的。明天的事明天再想，我们先想想今晚的。那个，我们俩还没圆过房呢。我们俩还没圆过房呢。督军，今天不太方便，我来约室了。又来了。没事，我等得起。林星，去给夫人煮碗姜汤水。是。今晚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你喝了姜汤水，不用等我，自己先睡。夫人，你月事不是刚走吗？夫人，玉秀格格那边的丫鬟过来传信，说玉秀格格晚上去完园子后就没有回去，到现在人还没找到。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玉秀格格消失了？总统府那夜一别，我可想你想的厉害呀！只要一想到你那哀求的哭泣声，哎呀，就食不能寝，夜不能寐呀！宝贝儿，可算被我弄来了。我告诉你，今天老子要玩死你！督军，不好了，夫人姐姐不见了。夫人呢？夫人直奔总统派来那个军需处处长的别院去了。走，是。你怎么进来的？玉锦，夫人不要！先生，我夫人她怎么样了？夫人她一时失了神智才晕厥，这个无碍，只是她气滞血瘀，心脉郁结，长此以往可不好啊。那这可有药治？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朽也无奈。我开的这些方子，夫人想必也都知晓，便不开了。唉，如果那把枪里还有子弹，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对吗？其实你什么都记得，你只不过一直在诓骗我。
什么？许省长这是要去哪儿啊？哦，那个我陪夫人走个亲戚。这督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走。回督军，搜出许元昭跟总统府交易的票据。许元昭利用省长之便，为总统那边提供走私的大烟，共计25货轮，由北方军需处处长负责接货。督军，许元昭，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敢在我的地盘交易大烟！督军饶命啊！都是总统逼我的，我也是被逼无奈啊！督军，督军，我说过。我们国家要是再出现大烟，再有人抽一口，我杀他全家。督军，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给我个机会。老爷，你先下去吧，这里有我。是。来，有血腥味儿，有血腥味儿。哦，我今天崩了血症，忘了换衣服，我这就去洗一洗。长庚，不必了，现在很好。你不想了？我发现许元昭跟总统府那边有勾结，私下里做大烟的交易，北方民众病弱者皆是，就是这大烟害的。我准备出兵攻打北边了，那些无名的政府只会敛财害了老百姓，导致整个国家都四分五裂。你做得很好，还不够呢，再等我一下，等我打一个天下，还你一个太平。好，我信你。督军，你还记得我们成亲的时候吗？当然记得。好像没有拜天地吧？对不起，是我亏欠你了。不亏欠，督军，再娶我一次吧，在我们第一次成亲的那个教堂里。你说什么？再娶我一次。来，夫人笑一下啊！督军靠近夫人一下。好嘞。督军，我今天漂亮吗？漂亮。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新娘。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督军，来。督军，阿杰的伤养好了，他已经离开了。我知道。你什么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我要杀了你？知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还要喝下这杯酒？因为你病了，没有药能治你的病。是吗？所以就用你的命来治我。如果你想要的话，尽可拿去。
这是你送我的枪，这是你送我的枪。开始是你用枪指着我，现在结束是我指着你，很公平。小时候你偷偷跑了，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想着，终有一日要回来复仇。是啊，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杀了我，这样我就不用再经历之后的事情了。你体会过躲在柜子里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男人兴奋时发出的声音有多恶心吗？你知道柜子里的那个孩子是如何挨过无数个黑夜的？阿姐跟我说，让我捂着耳朵，我没有，我全都听到了。我听见我阿姐强忍着不出声，但是被痛苦折磨，忍不住发出声音。可是凭什么是他？凭什么是他？他才13岁，王朝覆灭的那座大山，凭什么压在他的身上？阿姐跟我说，让我放下仇恨，我怎么能放下？我一次又一次告诉我自己，我要放下仇恨，我麻痹我自己，这些仇恨都已经过去了。可是又有柜子把我锁起来了，我又走不出来了。顾长哥，你告诉我，你说我怎么能不恨？可是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每次只要看到你，爱恨就像两个极端，狠狠地把我撕开。好几次我都想杀了你，这样柜子的门就打开了，我就不用困在里面了。你为什么不动手？杀了你，就会出现更多的阿姐，出现更多的我。你死了，南边会陷入混战，海关会失守，大燕会再次盛行，百姓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乱世人命如草芥，女儿命更贱。小小年纪就被送去服侍人。玉洁，为什么不能跟我好好的过下去？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我会打下一个天下太平，送你一个太平盛世。莲心，玉洁，玉洁，玉洁，送他出去，送他出去！玉洁，你要干什么？童玉洁，童玉洁，你是不是要做傻事？童玉洁，童玉洁，你到底要干什么？哥哥，莲心，放我下去！你主子疯了，你也跟他一起疯是不是？莲心，住手，把我放下去！你敢带我出去，老子杀了你！放我下去！长哥，我无法恨你，也无力爱你，死去无情，唯有生死摘笑。玉洁，你看，玉洁，童玉洁，放我下去！你主子疯了，你也跟着一起疯是不是？放我下！心落在苍凉中死去，玉洁，还会在灰烬里受伤，难忘缠绵细雨，用你笑容为我祭奠，让心在灿烂中死去，让爱在灰烬里重生。烈火上，湘军都收编好了，已经收编好了，过些时日就调遣到闽州做海上训练。军需呢？军需是由陆公子负责的，
但是陆公子抱怨颇多。他抱怨什么？陆公子抱怨他的大好青春都被杜鹃给耽搁了，宁扔给他一堆内务，耽误他娶妻生子的时间。就他那眼光高的，给他时间他也找不到。多久没回家了？大半年吧。连襟该升了吧？这个月月底。回去吧，军队的事有我盯着。真的？那就辛苦督军了。去吧。玉姐，总统府灭亡了，曾经伤害过你阿姐的人我都处理了，你能原谅我了吗？你解脱了，却把我永远锁在了那个教堂里。在旁让我抓到了，可是要打屁屁的哦！不好好听秀秀老师的话，竟然偷偷跑出来玩，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玉姐，那边有个男人在看你。像一束光，刺进荒凉。在梦里又淘气了，走吧。那么香，抚平少年的伤，迁就告别。那孩子，玉姐。是不是你惹阿金老师伤心了？阿金老师怎么不高兴？有个男人一直盯着阿金老师看，把阿金老师看生气了。哦，原来是福利院的孩子，我还以为……小妹，发生了什么事？傍晚回来后你就失神落魄的。我看到他了。谁啊？顾长庚。督军也看见你了。阿金老师，外面来了很多兵，都拿着枪。张副官，夫人，是顾长庚让你抓我回去的。督军让我们来保护夫人的安全。督军说了，夫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夫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不得干预，更不得过问。督军，怎么样？他说什么了吗？夫人什么都没有说。他没问问我？没有。也是，他3年前选择那样决绝的方式死遁，就是为了不再见头。那个威廉呢？还在福利院？在。都这么晚了，他还留在福利院做什么？顾长庚已经表态，凡事不再为难你、强迫你。你不用太担心了，早点休息，我得回去了。威廉，带我去英国吧。你这算什么？逃兵？就算你逃到了英国，就能忘记他吗？总是会忘记的。会的。待花开再回忆。都伤怀3年了，现在好不容易人找到了，你不去把他追回来，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别管我！到底是为什么？他宁愿死，也不想跟你在一块儿。少帅，誉王府的人全烧死了，就跑出来个小女孩。娘。少帅，总统说誉王府的人一个不留，一个不留。总统这是要绝了皇室的后，竟然要一个不留。少帅，这孩子怎么办？誉王爷是皇室最后一个有骨气的王爷了，他的遗骨应当善待。先带回去藏几天，等誉王府的事情平息了，送好人家养着吧。是。
这些话你跟他说呀，你要嘴有什么用啊？毕竟是我带兵攻破了京城，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如果把他留在身边，他每次看到我，就会想到灭门之祸，就会想到玉秀哥哥的事情，他只会越来越恨。可当时誉王府那把火不是你放的，是许元昭放的，之前你告诉他呀。证据呢？攻城的是我的兵，为府的是我的兵，连进府搜查都是我的兵。我现在去跟他说，是许元昭背叛了誉王爷，一把大火烧了誉王府，你觉得他能信吗？他只会觉得我跟许元昭勾结。证据是吧？好，我去查。这3年你像个行尸走肉一样，除了打仗，你完全没有人气了。一旦你放他离开，顾长庚，我告诉你，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督军，威廉想见你。不信。他想跟您聊聊夫人的事情。让他进来。不请我喝一杯？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可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也不知道他到底看上你什么了。明天他就要跟我回英国，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一个女人再爱一个男人，3年忘不了，10年忘不了，20年后总会淡了。他跟我回英国后就不会再回来了。真当老子不敢杀你？她是最骄傲的公主，而你是暴君，独断专行，不是她的骑士，你配不上她。他今天让我带他回英国，我多么高兴！我认识他8年，爱慕了他8年，等了他8年，今天他终于肯接受我的追求了。我真不想把他让给你。认识这个吗 ？Calimbromethrin 治抑郁症的药。3年前他心中全是恨，也没有吃过这种药。可自从离开你之后，他每天只能依靠这种药，才能让他看着像个正常人一样。这一切都是你带来的。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吗 ？Depression， 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心急，无药可医。可是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每次只要看到你，爱恨就像2个极端，狠狠地把我撕开。好几次我都想杀了你，这样柜子的门就打开了，我就不用困在里面了。明天上午10点的游轮，别让我看不起你。她是最骄傲的公主，而你是暴君，独断专行，不是她的骑士，你配不上她。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吗 ？Depression， 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心急，无药可医。3年忘不了，10年忘不了，20年后总会淡了。他跟我回英国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此去无期，唯有生死战消。明天上午10点的游轮，别让我看不起你。去备车，回督军，陆公子把车开走了，还没回来。小妹，你想好了吗？阿姐，我在那边安定了，就把你接过去。阿姐是想问你，你这样的决定，以后会后悔吗？以后的事情，谁能决定呢？小妹，你那时想不济事，阿姐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但也隐隐记得徐元昭是父亲手下打理军务的副使，后来摇身一变，成了总统信赖的省长。这中间必然有什么事是我们不知道的。阿姐，幼时的事情我都已经放下了。你但凡是放下了，怎么可能会跟威廉走？
你不能凭着幼时大火中看到督军搜查就给他判了死刑啊！我亲耳听见，他说一个不留。我内动荡，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你不跟姐姐多聊会儿？我们在那边安顿好了，就接姐姐过去了。你要不要再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什么东西？威廉，你怎么了？你是不想让我跟你去英国吗？怎么可能？我求之不得呢。于姐，于姐，我有话跟你说。于姐，再给我一个机会，不管你信不信，有些话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失去你3年了，我不想再失去你了。给我3分钟，你听完我的话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好不好？于姐，于姐，你听我说好不好？于姐，于姐，是我们短暂的相逢，缠绵细语，胭脂泪飘落巷口中，悠悠听风声，心痛，回忆嵌在残月中，愁思恨爱深，难重逢，沉醉痴人梦。你想说什么？我听着。寻觅逝去的容颜，叹息冷情话一场，有过往。我没有动过玉王府，我去的时候已经大火冲天。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是因为当年攻城的时候，玉王爷不肯受降，自绝于城头。他的死，终归还是因我而起。督军，我找到了，总统府还保留着当年许元昭做玉王爷副使时勾结外人出卖玉王府的信件。我们都想不明白，总统当时为什么那样信任许元昭，直到我找到这封信才明白。夫人，长庚从未伤过皇室的人，还放走了许多皇室遗孤，因此遭总统猜忌多年。因玉王爷丞相让自枪，督军愧疚多年，总觉得玉王府遭遇浩劫是因他的关系。玉王爷是个可敬的对手，督军又何尝不是一个磊落的人？心有你这一世，能与我相识。风若负气相思，再见了，我的公主。爹爹吃糖。好，非常好，二位保持微笑。